大家好，我是李曼，欢迎来到智慧康行。面包店里飘出的暖甜香气，总能让人感到幸福。我们总以为现烤现卖就代表绝对新鲜，可你是否注意过，有时临近打烊，货架上仍堆着不少面包，它们最后去了哪里？一位曾在知名连锁面包店工作的老朋友告诉我，不少隔夜面包并未被直接丢弃，而是经过处理，重新回到了货架。用他的话说，有些经我的手做出来的东西，我都不敢拿回家给我孩子吃。这背后是一套行业内不愿明言的回收流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为您揭开其中真相。尤其有3种面包，堪称回收加工的重灾区，它们看似光鲜，实则可能已不新鲜。如果您常为家人购买面包，今天的分享值得听完，学会辨别，才能避开暗坑，真正选到健康新鲜的好面包。在开始呢，李曼有个小小的请求，如果您觉得今天聊的内容对您有一点点帮助，或者让您长了点知识，请您一定不要忘了给李曼点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给李曼最大动力，也特别恳请您顺手把这个分享转给您身边同样爱吃面包、常买面包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好了，咱们先来解开第一个谜团，这些成千上万的隔夜面包，最主要的去处到底是哪儿？老王跟我说，一般来说，那些稍微正规点的大连锁店对付隔夜面包主要走3条道。这第一条路呢，算是最理想也是最老实的一条路，就是报废、销毁或者干脆便宜处理了当饲料。这主要是针对那些带馅的，比如有奶油、有新鲜水果片或者夹了火腿、肉松的面包，因为这类面包水分大、营养高，简直就是细菌的乐园。放过一夜，那细菌长得可就快了。味道和口感也肯定变差，所以有点名气的大店为了自己的招牌和怕出事，通常会把这些面包的样儿给破坏掉，然后当成垃圾处理，或者以极低的价钱卖给附近的养猪场、养鱼场当饲料。这么做虽然店里亏点钱，但算是挺有良心、对顾客负责的做法。这第2条路呢，叫内部消化或者打折促销。很多面包店会在晚上7、8点之后搞什么买1送1啊，或者10块钱任选3个之类的活动，就是想方设法在关门前把库存清一清。要是这样还卖不完，那第2天早上可能就分给店里的员工当早饭，或者好心送给早起的环卫工人、附近的福利机构。这种办法在很多注重人情味的社区小店挺常见的，也是一种避免粮食浪费的好心之举，值得点赞。但是啊，咱们平心静气的想想，这前面2条路，不管是扔掉还是送掉，那可都实实在在的代表着商家的损失，每一分钱都是成本啊，面粉、黄油、人工、电费，哪一样不要钱？开店是为了赚钱，要是天天都得成百上千个的扔面包，哪个老板受得了这个？所以就有了这第3条路，也是咱们今天要重点掰扯清楚的回炉重造。这第3条路就是把那些其实没坏、没长毛，只是放了一夜口感变干、变硬了的基础款面包，通过一些特别的加工手法，改头换面，变成一款全新的产品，再重新摆上货架，用不低的价格卖给不知情的咱们。在后厨，师傅们管这叫降损或者拯救损耗，听起来还挺正面。可站在咱们买面包的人的角度看，这不就是以次充好，用旧货当新货卖吗？那么问题就来了，面包店里五花八门那么多品种，到底哪些最容易是这种回炉货呢？老王非常明确地给我划出了3种，咱们以后去买的时候可得把眼睛擦亮了，多留个心眼。这第1种重灾区啊，就是那些包装的特别精致，一片片烤得焦黄酥脆的面包干、烤馍片，还有蒜香法棍片。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在面包店收银台旁边或者货架拐角的地方，经常能看到那种透明小袋子装着的，切成薄片，上面要么沾满了亮晶晶的白砂糖，要么涂着黄油撒着蒜蓉，烤得颜色金黄，看起来就嘎嘣脆的小零食。这种小东西吃起来特别香，咔嚓咔嚓的，奶香味或者蒜香味直冲鼻子，不光小孩子喜欢，很多年轻人也爱买来当零嘴，而且价钱还真不便宜，小小一包动不动就得10几块钱。但是老王告诉我，这东西说白了就是隔夜法棍和隔夜大吐司的终极养老院。为啥偏偏是他们呢？因为像法棍、大个儿的白吐司这种主食面包，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化的特别快。
刚出炉那会儿，外皮脆的掉渣，里头软的像云朵，别提多好吃了。可只要过了夜，里面的水分一跑，淀粉结构一变，它立刻就翻脸了，变得硬邦邦、干渣渣的，嚼起来像在啃木头，根本没法再当新鲜面包卖了。可你说直接扔了吧，这么一大根一大个全是粮食，师傅看着也心疼啊。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变身法子就是把它切成均匀的薄片，然后两面都厚厚的刷上一层廉价的人造黄油，行话叫麦淇淋，再撒上巨量的白砂糖或者调好的蒜香粉、芝士粉，最后送进烤箱，用低温慢慢的烘烤，把里头仅存的水分彻底烤干。这么一加工，好处可太明显了。第一，面包从那种咬不动的硬变成了讨人喜欢的脆，口感上完全掩盖了它已经老化不新鲜的事实。第二，经过高温烘烤，再加上糖和油这两种味道极强的化妆师一打拌，面包本身因为放久了可能产生的那一点点陈味或者油脂氧化的哈喇味根本就吃不出来了。就这样，昨天还无人问津，硬得像砖头一样的隔夜面包，摇身一变成了装在漂亮袋子里的法式香脆片。午后甜点，身份不但没掉价，反而还涨了。当然了，从食品安全上说，只要没发霉，这东西吃了通常也不会立刻拉肚子生病。可是咱们得明白，从营养上看，它几乎就剩下了糖和那些不太健康的脂肪，很多廉价人造黄油里都有反式脂肪酸。更关键的是，咱们是花了买新鲜精品零食的钱，结果买到的却是边角料处理品，这心里头怎么想都觉得有点冤得慌，对吧？这第二种重灾区是那些表面铺着厚厚肉松，挤满了色拉酱，或者里面夹着火腿、鸡蛋的三明治和调理面包。咱们早上赶着上班上学，经常顺手就从冷藏柜里拿一个包装好的三角三明治，或者那种表面金黄、撒满肉松和火腿丁、酱汁都溢出来的面包。这类产品可是消耗隔夜吐司和隔夜小餐包的主力军，这里头有个行内几乎公开的秘密，其实啊，用隔夜的吐司片来做三明治，比用刚出炉的新鲜吐司反而更方便，卖相更好，因为新鲜吐司太软、太湿润了，一切就容易塌，切面也不平整。而且，当你往里面夹上生菜、西红柿片这些带水分的蔬菜时，新鲜面包吸水快，很快就会被泡得软塌塌、烂乎乎的，一看就没了食欲。而放了一夜的吐司，水分蒸发了一些，组织变得更紧实，更有韧劲儿，切起来整整齐齐，像一块小海绵，能稳稳地拖住里面的馅料，不容易变形。所以很多面包店会有意识地把当天没卖完的整条白吐司留下来，第二天一早切掉四周比较硬的边边，因为边边太硬了，口感不好，然后用中间的部分来做三明治。这个做法本身如果规范操作也还能理解，但问题就出在有些商家为了更进一步的掩盖面包底胚可能的不新鲜，会拼命的大量的使用廉价的色拉酱。您要知道，那种特别便宜挤出来一大坨的色拉酱，主要成分就是油、糖和各种稳定身体健康的添加剂，味道虽然浓，但营养就谈不上了。更有甚者是那种肉松面包或者火腿芝士面包，如果当天那种最普通的没馅没料的甜面团小餐包没卖完，第二天后厨师傅可能就会把它们从中间切开但不切断，或者直接在表面刷层蛋液，然后铺上厚厚一层味道极其霸道的肉松，再挤上密密麻麻像网格一样的色拉酱，有的还会再撒点葱花，最后可能为了固定再送进烤箱稍微复烤一下，或者就直接包装起来卖。您想想，肉松的咸鲜，色拉酱的酸甜油润，味道多重多猛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这些调料的味道。面包本身到底是什么味儿，新不新鲜，您根本就尝不出来了。老王特意提醒我，您要是买这类面包，吃的时候留神感觉一下，如果觉得面包体本身特别干、特别散，一捏就碎成渣，或者吃起来口感像木头屑，没什么面包香，只有顶上的料有味儿，那十有八九，您手里的这个就是回炉再造过的昨日产品了。第三种重灾区，也是最隐蔽、加工手法最暴力的一种，就是各种散装的切成大块的欧饼、面包布丁，还有那种裹了一层巧克力外壳的脆皮面包球。
这一类可以叫做中级混合深加工品，说白了就是个面包怪物大拼盘。当店里剩下各种零零碎碎、奇形怪状的面包，今天剩半个羊角包，明天剩2个甜甜圈，后天又剩几块杂粮包，这些残兵败将怎么处理？有些店里的师傅就会把它们不管3七21，通通收集起来，切成大小不一的碎块，然后找个大烤盘，把这些来自五湖四海、口味各异的面包块铺在底下，接着调上一大盆用牛奶、鸡蛋、白糖和奶油混合成的香喷喷的淡奶液，哗啦一下浇在这些干硬的面包碎块上，让它们像海绵一样拼命吸收这些液体，变得湿湿软软的。最后再在表面撒上厚厚的杏仁片、葡萄干或者巧克力豆做装饰，送进烤箱一烤。出炉的时候，哇，香气扑鼻，看起来是一盘金黄油润、软软糯糯的面包布丁或者英式欧饼。这时候谁还分得清你吃到的这块原来是羊角包还是甜甜圈？所有的味道都混合在了淡奶的香甜里，原来的口感和身份彻底消失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是把隔夜的面包切小块，直接扔进融化好的廉价的带可可脂巧克力酱里滚一圈，让面包块裹上一层厚厚的巧克力外衣，晾干了就成了巧克力脆皮面包球。这种产品对商家来说利润惊人，原料几乎是零成本的面包碎块，只需简单加工就能当做创意甜品，高价出售。但对消费者而言，它却隐藏着不少健康隐患。首先，成分混杂，可能含有过敏源，例如坚果碎，风险不可控。其次，暴露存放过的面包块易受污染，经淡奶液浸泡后若烘烤不足，易滋生细菌。再者就是经过淡奶和巧克力包裹后，热量极高，相当于一枚热量核弹。好了，听完了老王揭秘的这3种重灾区，后油后糖的酥脆面包干，用浓酱重料打掩护的调理面包，还有来路不明的深加工混合面包布丁，咱们心里总算有点底了。那么作为一个普通顾客，下次再走进香气扑鼻的面包店，面对满满一屋子的诱惑，咱们到底该怎么挑怎么选，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买到真正新鲜健康的好面包呢？别急，李曼在这里结合老王告诉我的经验，再给大家总结4个特别简单，一看就能用上的挑选小法则。这第一个法则啊，就是尽量买基础款，别贪图那些装修款。你要想吃口新鲜的好面包，就多看看那些素面朝天的品种，比如最朴实的法棍，啥也不加的杂粮大圆包，基础的白吐司，简单的盐面包或者可颂。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面包就像没化妆的姑娘，皮肤好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没有乱七八糟的馅料，没有厚重的酱料和装饰物。面包体本身哪怕有一点点不新鲜，比如水分流失变干了，或者微微有点变味，您一吃一闻马上就能发现，根本藏不住。所以敢大大方方卖这种基础款的店，通常都得有底气，保证他们当天是新鲜的，不然很容易被顾客找上门。这第2个法则叫上手轻轻按一按，看看回弹快不快。您在店里，如果面包是放在开放货架上，可以用夹子取的，或者有独立包装可以隔着袋子操作的，不妨挑一个看起来不错的，用手指轻轻按压一下面包的侧面。新鲜出炉的好面包，它的内部充满了均匀的气孔和水分，弹性十足，就像小孩儿的脸蛋。您按下去一个浅浅的坑，它很快就会自己弹回来，恢复原状。而如果是隔夜的面包，或者是从冷冻库里拿出来解冻的，水分流失了，组织老化了，您按下去感觉就会有点发死发硬，回弹的速度很慢，甚至直接就留下一个小坑，弹不起来了。那种摸起来硬邦邦，像块小石头一样没生命力的面包，不管它形状多可爱，颜色多诱人，咱们都最好别选。第3个法则是掂掂分量，闻闻味。您可以比较一下2个看起来差不多大小的同款面包，拿在手里掂量掂量。一般来说，感觉更沉、更有分量的那个，通常更新鲜，因为它水分保持得足，而那个感觉轻飘飘、没什么分量的，很可能已经放了挺久，水分都挥发出去了。然后咱们可以凑近一点，仔细闻一闻面包散发出的气味。新鲜的好面包应该是一股纯净的、淡淡的麦香味，混合着一丝丝酵母发酵后产生的很自然的微酸香气，闻起来很舒服。
如果您闻到的是一股冲鼻的、不自然的香精味，或者腻人的奶油味，甚至隐隐约约有一点点油哈喇味，就是油脂放久了氧化变质的味道，那就请您赶紧放下。这个面包要么是添加剂放多了，要么就是存放时间太长，已经不新鲜了。第4个法则，可以留意一下包装上的颜色小暗号。很多大型连锁面包店为了内部方便管理，区分不同批次的生产日期，会在一些细节上做标记。比如，他们可能会用不同颜色的扎口绳来封面包袋，或者用不同颜色的标签贴纸。比如说，星期一生产的面包全部用红色绳子扎口，星期二的就用蓝色。虽然每家店自己定的颜色代码不一样，没有统一规律，但您去观察的话，总能看出点门道。如果您发现货架上同一款面包扎口绳或标签的颜色有好几种混在一起，那您就得留个心眼了，尽量挑那种扎口绳颜色最多、数量最多的，那通常就是今天刚出炉的大部队。如果您看到某种面包大部分是一种颜色，但角落里混着1-2个其他颜色的，那这极少数异类很可能就是昨天甚至前天的库存遗留分子了，咱们尽量避开。面包是我们生活中最平常也最温暖的食物之一，它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清晨的能量，是午后的惬意，是实实在在的享受，而不应该是隐藏在香甜背后的套路和健康隐患。当然，咱们也不能指望所有的商家都完美无缺，但咱们可以通过学习和掌握一些辨别的小知识，提升自己的眼力。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顾客都变得识货，都去选择真正的好产品时，就能反过来推动整个行业往更透明、更规范、更健康的方向去走。希望今天李曼在智慧康行分享的这些来自内行的真心话，能真的帮到您，让您练就一双挑选好面包的火眼金睛。下次当您再走进一家面包店，相信您一定能更从容、更自信，避开那些华而不实的坑，为您和您的家人选到那块真正新鲜、健康、充满了麦香和诚意的好面包。最后李曼特别想在评论区听听大家的声音，您平时买面包最爱买的是哪一种呢？您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买回家一吃，感觉特别不对劲，好像就是隔夜面包的经历？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聊聊您的故事和看法。我是李曼，一个希望用知识守护您和家人健康生活的小伙伴，咱们下期再见。